在1933年，德国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保罗·冯·兴登堡总统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总理。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一个边缘政治力量的崛起，更是开启了全球历史新的暗淡的篇章。但是，这位后来被全世界所熟知的人物是如何从一个相对无名的政治人物走向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他的权力之路是如何一步步铺就的？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政党纳粹党是如何影响了当时及之后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这个故事的开头似乎和许多政治变革故事一样，源于一个国家深陷的危机之中。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社会不满情绪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提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言论，吸引了大量寻求变革的德国人的支持。但是，他的上台真的是德国乃至世界的福音吗？或者他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释放出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刻，世界尚未完全意识到这将如何深刻地重塑未来的历史。希特勒的上台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人物的成功，更是一系列复杂社会经济因素和民族情绪的爆发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经济压力。凡尔赛条约的苛刻条件加上全球经济大萧条，使得德国社会备受煎熬，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和绝望情绪达到了顶点。希特勒和纳粹党抓住了这一机遇，通过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来吸引支持，承诺将为德国人带来复兴和繁荣。希特勒的演讲技巧和激进的政治主张迅速吸引了广泛的民众关注，他能够以其煽动性的言论和强烈的领导魅力，激发起人们对于更好未来的渴望，同时也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和偏见。纳粹党的宣传机器不断地通过报纸、电台和集会来传播其思想，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希特勒的影响力。而且，纳粹党不仅仅是通过言语上的攻击，他们还组织了一系列街头暴力和恐吓行动来打压反对者和政治对手。这种强硬的手段使得他们在德国政坛上愈发显得强势。希特勒上台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其权力，这包括了消除政治对手、禁止所有反对党派以及通过授权法等立法手段，实质上使德国成为了一个一党统治的国家。同时，他还重组了德国的经济和军事体系，推动了大规模的重工业发展和军备扩张，这在短期内确实改善了德国的经济状况，并且在民众中赢得了一定的支持。但是，这些措施的背后是对内严厉的政治镇压和对外的侵略扩张主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在希特勒的领导下，纳粹德国开始了对周边国家的侵略，包括对奥地利的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以及对波兰的入侵，这最终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政策也达到了极端，导致了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数百万人遭受迫害、驱逐和大规模屠杀。这一历史悲剧后来被称为犹太人大屠杀。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崛起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课题。他们利用了德国人民的不满和恐惧，通过极端的意识形态和强制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尽管在短期内他们取得了某些经济和社会上的成就，但这些成就的代价是巨大的人类苦难、战争和种族灭绝。希特勒的故事提醒我们，极端主义、煽动性的领导以及对权力的无限追求，最终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随着纳粹党对德国的全面控制和希特勒权力的不断巩固，德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希特勒的统治不仅仅是通过恐惧和镇压来维持，
他还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重塑德国人的思想和信念，塑造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种族国家。教育体系被彻底纳粹化，学校的课程和教材都经过精心修改，以传播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年轻人被强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通过各种活动灌输对纳粹党的忠诚和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这种全方位、深层次的思想控制和洗脑，使得整个国家逐渐被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种族偏见所笼罩。文化和艺术也未能幸免于纳粹的控制和审查。希特勒和纳粹党领导人试图清洗德国的文化领域，禁止被认为是退化艺术的所有作品，这包括了现代艺术、爵士乐和一切被视为非传统或非德意志风格的艺术形式。相反，他们推崇并大力宣传那些体现纳粹美学观和政治理念的艺术作品，用以加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纳粹理想的认同。通过对文化和艺术的严格控制，纳粹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身份，淡化或消除社会中的多样性和异议声音。经济上，希特勒采取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措施来复兴德国经济，特别是通过实行重工业化和军备扩张。这一策略在短期内确实降低了失业率并刺激了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以极端的军事化和对外侵略为代价的。纳粹政府的经济政策密切与其扩张主义和战争准备相结合，这不仅耗尽了国家的资源，也使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了长期的影响。此外，纳粹对犹太人的财产进行了大规模的没收，这些行为不仅造成了无数犹太家庭的破产和生活困难，也是对人类道德和正义的严重践踏。在希特勒的集权统治下，德国逐步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盖世太保和纳粹党的其他安全机构对国民进行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任何被视为对纳粹政权有威胁的个人和团体都会遭到迫害和消灭。这种广泛的恐惧氛围压制了公民的自由表达和反抗的勇气，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的信任和团结。人们不仅要警惕政府的迫害，还要小心身边可能的告密者。这种不信任和恐惧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希特勒的政策和行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德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但这是以牺牲民主、自由以及数以百万计无辜人民的生命为代价的。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展现了极权主义政体下人类最黑暗的一面，包括战争、种族清洗和对人权的无视。希特勒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缺乏必要的制衡和监督机制时，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灾难和苦难。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希特勒的铁腕统治和纳粹党的极端主义政策下，德国及其占领区的社会结构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纳粹政权对人类文明的冲击不仅体现在其对内的残酷镇压和对外的侵略战争上，更深远地影响了人类对权力、道德以及人性本质的反思。在这一段黑暗历史中，无数生命被残忍夺走，无数家庭破碎，无数梦想化为灰烬。犹太人大屠杀、二战的广泛破坏以及对人权的无视，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警示。纳粹政权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其造成的创伤能够迅速愈合。战争结束后，世界面临着重建的艰巨任务，不仅是物质上的重建，更是道德和心灵上的重建。二战的恐怖展现了人类潜在的暴行和道德的崩溃，促使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联合国的成立、人权宣言的发布以及纽伦堡审判等，都是对纳粹罪行的直接回应，旨在确立国际法的原则，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同时，纳粹统治时期的历史经验也促进了人类对权力本质的深入探讨，尤其是如何通过法治、民主制度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来制约和平衡权力。这段历史强调了监督政府、保护少数群体权利以及维护公正的重要性，这些原则成为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此外，纳粹时期的科技与伦理问题，例如强制实验和种族灭绝计划，
也为后来的科学伦理和人权保护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和记忆成为了警示后代、促进和平的重要资源。各种纪念馆、教育计划和历史研究不断提醒人们记住历史，警惕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复苏。这些努力旨在培养一种批判性思维，鼓励人们勇于质疑、反思并参与公共事务，以维护和平与正义。尽管纳粹统治已经成为过去，但它留下的教训依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今天，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抬头，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我们仍需警惕历史可能重演的风险。希特勒的上台和纳粹党的统治提醒我们，民主和自由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们需要每一代人的不懈维护和捍卫。最终，希特勒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最深刻启示是，人类社会必须建立在对人权的尊重、对多样性的包容以及对正义的追求之上。只有通过持续的教育、公正的法律体系以及民众的积极参与，才能构建一个能够抵御暴政、维护和平与繁荣的社会。历史的灾难不应被遗忘，而应成为我们共同前进的坚实基石，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 Wiki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再见。